很多人对毛装的第一印象是昂贵，还有不理解。确实，这些精美的艺术品看上去就有着不低的门槛。有人通过拼好毛、各种扮装搭配开始出毛，有人则还在攒钱买属于自己的第一只手头。无论你的条件如何，只要你热爱这个文化，你就已经是 Furry 的一员。今天我想聊的表演，并不是想给各位增加负担，而是想分享一种让毛装更有趣、更有生命力的方法。当你戴上兽头的那一刻，你就失去了一部分人类的沟通工具——面部表情。所以我们需要学会呼吸，需要学会展现生命力。即使只是安静的站着，也可以给身体一个细微的律动，比如轻轻晃尾巴或者起伏你的肩膀。这小小的差别都能让旁观者感受到你的角色是活的。因为在兽装的世界里，你需要把想表达的情绪扩散到全身。比如在你好奇时，你可以去尝试大幅度的歪头；在快乐时去尝试跳跃，或者给角色加上一些激动的小碎步；在失落时尝试把两个肩膀塌下去，头也可以比平时垂得更低。在原地等待时，也不要呆呆地站着，尝试去晃尾巴、摇摇身子什么的。当然，并非所有的毛、所有的设定在表达自我时都要遵从这套规则。每个兽舍都有它独特的灵魂和性格。如果你的角色性格偏向优雅和高冷，出毛时的动作就可以放慢些，带一些流线性进去；而如果是力量型，比如写实的肌肉的，那动作就要更加沉稳、更加干脆。然后在这儿额外分享一个个人觉得非常有用的简单的小技巧。因为穿上毛之后，你的体型整体会显得大一圈，毛布又会遮盖住你身体所有区域，所以你的很多微动作会在毛装下被掩盖掉，不那么明显。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是前面提到的开心时候踏小碎步，还是想表达一些其他情绪做出的动作，都尽量比人类形态下的时候幅度要更大一些。甚至有的动作越夸张越好，就算是跳舞也是这样。仔细观察咱们圈子那些跳舞的 UP， 会发现他们的舞蹈动作比起标准的幅度和摆动力度都要更大。一个优秀的表演者会去思考，以我的角色性格来说，他的现实中会怎么和别人交流，怎么走路，怎么去表达喜怒哀乐。这种思考后产生的改进动作会让你的表演极具张力。我知道在很多人眼里，甚至在刚入圈的人眼里，这种夸张的表演看上去可能有点傻，甚至很多人都做不出来。但我认为这种傻其实是一件很珍贵的事。很多人的成长过程都是被按部就班的规则填满的，好好读书，找份稳重的工作，表现得像个正常的人。但我们太久没有为了快乐本身而去玩耍了。兽装给了我们一个豁免权，当你穿上它，你不再是那个背负压力的社会角色，而是一个可以肆无忌惮的摇尾巴和别人抱，去逗别人快乐的生物。同时还不用在乎他人的眼光，因为周围都是和你一样喜欢这个的人。这一切甚至让你能理直气壮的找回那种走在草地上都能跳两下的童心。所以在穿上毛开始释放自己的想法时，你不仅仅是在满足自己，你也在为周围的人创造一个短暂的脱离现实的梦境。那种从心底把想要表现自己的想法无所顾忌的分享和展现出的快乐，才是最令人感到珍贵的。当然在这儿我也得特别强调，如果你更喜欢安静的穿着毛装走走，这完全没问题。毛的扮演永远都没有标准答案，也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僵尸毛。不是每个人都必须成为天生的表演家。在这分享技巧，也只是希望帮助那些想让角色更加生动的朋友找到方向，而不是为了给这项爱好设立高不可攀的门槛。无论你是想活泼好动，成为展会的焦点，还是只想在角落里做一个安静的毛，我都相信那份独属你的快乐是永远不变的。然后一定要记得，别为了坚持出毛而忽视脱水，还有视线盲区，一定要找一个陪同去照顾你。其次，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你分享的这一份独特的快乐。在给别人拥抱或者互动前，一定要先观察对方的表情或者肢体动作，或者去打招呼询问，再去表现你所要表达的东西。最后，我认为兽装的扮演本质上是一种极其纯粹的分享。当你穿上它，你不仅仅是在展示一套精美的或者昂贵的服装，而是在把你内心深处那个名为理想自我的角色无私的去分享给周围的人，还有这个世界。希望无论你是否拥有兽装，都能保持那份独属于不被他人定义的不一样自己的勇气。好的，到这儿，各位如果有其他想法，欢迎留言或者是评论区交流。我们下个视频再见。